好，另外一个我目前在做的超重流，2009年的这个莫拉克台风，莫拉克台风，然后这个洪水，结果这个洪水就引发这个超重流。什么叫超重流？就像这样子，当时这个是一个示意图，洪水的里面，高屏溪的那个洪水浊度非常的高，所以它带了大量的沉积物，那个沉积物。结果因为重量它密度比较大，密度比海水大，所以这个沉积物有部分是漂浮在海上，海水上面，有些就直接变成浊流的样子。但是我们地质学家把它叫做超重流，因为它比海水重。就是这个河水的，因为它带了沉积物，它的密度比海水大，所以叫做 Hyperpycnal flow， 英文那中文直接叫做超重流，就变成海底浊流。简单的讲就是海底浊流。然后往下跑，往高屏溪跑。结果各位知道说，上次又造成电缆断裂的位置，就是这一些电缆断裂的位置。沿着这个高屏峡谷有一大堆的电缆断裂。那我就去利用海盐3号和海盐1号，就沿着这些地方去采了一些岩芯、海床沉积物。来去研究说，比如说现在假设各位有一天当上水利署的署长，那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区域河川，我们要做那个防洪的那个设计嘛。那比如说这次高雄淹大水，那很多人是说，因为我们高雄市或者是这一些高雄县或是台南县河川的设计是用20年防洪的设计，或是100年、200年、300年，那到底是要用多少年的这种设计？那这可能就会问学者说，那请你评估一下，像这个莫拉克台风这种洪水是几百年发生一次，或是几十年发生一次，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？恐怕不容易回答。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海洋沉积物里面可能可以找到答案，就是我们去看这个海洋沉积物，看说类似像这种超重流，它发生的频率是多少年？几十年或几百年。利用定年还有其他沉积学的方法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像这个莫拉克台风这一种大尺度的洪水，可以多少年发生一次？举个例子，像这个我们在小琉球外海这个地方采的就在这边，这个岩芯，这个黑的可能大家看不清楚，但是这个是沙子，因为它是黑色的，因为是板岩板岩屑，黑的，就是这个可能是莫拉克台风堆积的，莫拉克台风堆积的。那最近我们有 MD， 就是跟法国租了一艘船，这个船费很贵，一天就200万。那我们采的扣大概有采到30-40公尺的岩芯，那个可以记录更久，可以记录到几万年。那假设我们就找出每一年它的这个浊流或者是这个超重流的沉积物，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说我们台湾西南部可能这个大台风洪水它的频率，或者甚至大地震。可以知道，所以海洋告诉我们很多这一种以前的历史的讯息。所以刚刚提到最主要是在大陆边缘，就是活动大陆边缘、被动大陆边缘。但是如果位在于这个海洋的深海当中呢，深海平原就像这一些深海平原，因为这个大陆边缘，比如说当我们的这个台湾所造成的这个浊流，其实它流不到那么远的地方。一个浊流顶多只有1-2000公里就静止了所以比如说在大西洋的中间，大西洋或太平洋的中间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最主要并不是像浊流堆积，它浊流堆积没办法到这里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只有悬浮堆积，就是刚才讲的风，从这些比如说这个沙尘暴的风带到太平洋中间，所以就是可能是风的堆积，或者是说这个地方。在这个海水的这一些生物死掉了以后，它就掉下来，所以就变成那个大船盖嘛，或变成石灰岩。好，跳过去。所以这个地球的历史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我想请问一下陈宇杰。外文系，陈同学，我想请问你，假设你要知道说
们家族陈家200年的历史，对，200年可能太500年好了，500年的历史你要怎么做？要是要查资料，查族谱，对，陈同学很聪明哦，查族谱就知道，假设没有族谱就自己写，就去问人家，问以前的人，慢慢问到这个，这查族谱就知道了。所以他就你们家的历史就记录在这个族谱上面。OK， 那我们地球的历史怎么办？查询岩石啊，对了，就是岩石。所以岩石，各位有没有书啊？这本书蛮不错的，各位借我一下。谢谢。这一本书叫《Hyperpycnal》，这是历史学易学啊。这一本书是学易学，Hyperpycnal。那从第1页到最后1页，哇，这个里面很多内容，对不对？然后比如说，可不可以开个灯？谢了。然后从第1页到最后1页 ，OK， 每一页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就像族谱一样，然后有年代，从每一页记录的都不同。这个就像我们那个地球的历史一样。那地球的历史，假设这个是最老封笔，那这里就是现在。那我每一页就记录了不同的地球的历史，地球的历史。那地球的历史记录在哪边？就记录在沉积岩。因为我们有3大岩类嘛，火成岩、变质岩。变质岩是在那个地底下至少大概10公米深更深的地方，所以它不是记录地球表面的。我们讲的地球历史，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历史。那火成岩只是局部的，它分发出来在哪边有火成岩出现，所以它也是比较局部的。唯一只有沉积岩是几乎整个地球的表面，大概都会有沉积岩。然后尤其是在海洋，因为它是比海水面低，所以它沉积岩可以被记录下来，一次一次的事件。比如说这一次可能是2006年的屏东地震，它堆积了一个浊流，对不对？那再过来，2009年，这一次是什么？莫拉克颱风，那中间呢？中间少了3年，少了3年。所以我们地球历史是不是连续的？地球历史经常是不连续的。比如说，现在一个大的事件堆积了一层了以后，那中间可能是沉积速率实在太慢了。比如说1000年只有堆积1公分，1000年1公分哦。所以这个1000年那个解析度就很差，1公分而已啊，所以它没有办法解析。或者说下次，比如说我们下一次这一次是那个2006屏东地震，下一次要堆积这个莫拉克颱风的沉积物的时候，因为它是浊流嘛，它要把以前的堆积物把它侵蚀掉了，以前的堆积物要侵蚀掉了，所以要不完整。所以我们的地球历史其实是一本不完整的书啦，就常常缺页，不像这一本都没有，都是完整的。所以我们地球历史就是慢慢的拼凑，因为一次一次的把这个一次一次的事件会记录在这个沉积岩里面，那我们就经过定年的方法，然后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。但是这个我永远不会达到完整，因为第一个它沉积速率慢，第二个可能是它有很多的侵蚀作用，就新的事件把旧的事件盖过侵蚀掉，所以你看不到。所以慢慢的就可以建构出这个地球的历史从地球的起源一直到现在，所以这个几乎都是从这个沉积岩里面发现的，沉积岩，所以沉积岩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所以地质学家就建构出一个地质年代表，就像这样子，所以叫做这个有时候有原生代、中生代，还有这个新生代。那所以我们常常老师们通常会开玩笑说，我是处于哪一个代？那我大概是处于这个中生代和古生代的中间的。再过几年可能就变成古生代，因为古生代可能他60几岁了。像我们尤老师大概是处于中生代尤老师和我是这个学长学弟的关系，年纪差不多嘛。好，那新生代我们就是在这一边，所以这个一个地球历史。
哦，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。那再加上这个盆地的这个化石，这个生物的演化，从这个三叶虫一直到这个哺乳动物出现。那当然是这恐龙，这最流行在中生代，中生代。